我没有兴趣知道你们世家之间的是是非非，但是你的回答我比较满意。现在可以先说说浩元丹的事情。这种丹药我所余不多，大概还有10来颗的样子，应该可以让你再延缓11日的样子。不过这种丹药每一颗都价值数千灵石，你真的买得起？数千灵石？即使心中有所猜想，风月还是被这价格吓了一跳，这可相当于一件顶级法器的价钱。好，我买了。你身上有数万灵石？韩立眉梢一挑，打量了一下青年几眼，似笑非笑。他可不信对方身上会携带如此多的灵石。我身上自然没有数万灵石，但是我用这家冯家秘窟钥匙作为抵押。冯家秘窟？韩立盯着此钥匙不语，没有马上接过来，但他知道对方会主动解释。不错，这是打开我们冯家这1000余年收藏秘窟的唯一法器。我身为冯家的嫡系长孙，在冯家惊变之日，家族长辈自然让我带着秘药先逃了出来。虽然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但里面的收藏肯定是远远不止数万灵石。拿此无抵押，我怎么确信此钥匙是真是假？就算是真的，你交给我，难道不想让冯家东山再起？还有什么东山再起？据我所知，除了我之外，冯家其他逃出来都是些仆从和外系弟子，如今嫡系弟子就只剩我一人。否则当日我早聚集其他族人，又怎会孤身一人跑到草原来？我一死，冯家血脉一断，秘窟最终还是要便宜了孔家人，最终会让他们寻找到我。如此一来，自然不如让我救命。若是在10天中我还找不到方法解去此毒，秘窟就赠送给道友，也比落入孔家人强得多。另外，韩兄最想得到的佛宗功法，同样也放置在秘窟之中。岳峰脸上露出阴霾，韩立沉吟默然了下来，过了好一会儿之后才平静说道：好，你可以用这把钥匙换取灵丹，不过在此之前，我需要你配合我一下，让我搜索一下你神识中有关钥匙和佛宗功法的真假，否则不要这个秘窟，在下也不想被人戏耍一回。搜魂？那不是元婴修士才会的神通，你怎么可能会？强行搜魂自然需要元婴期以上的修为，但若是被施术人配合的话，则无需如此麻烦。而且我这秘术和普通搜魂术大不相同，筑基期修为虽然无法探寻复杂东西，但是从神识中判断出某事真假，还是轻而易举。韩立抿了抿嘴唇，随即松开，露出雪白的牙齿，上面闪烁着寒光。见韩立这般表情，风月心中不禁一寒。他身为世家弟子，自然知道搜魂的可怕，在一般情况下哪肯答应如此危险的事情。但是低手看了看乌黑的双手，想了一想不答应后的后果，心中一阵无奈。好，我配合你施法，但是你只能探寻密宗和佛宗的事情，其他的事情你不能触碰，我也不会对你开放。这是自然，其他的事情在下也没有兴趣知道，这个交易就算成了。此地有些惹眼，跟我到另一处施法。韩立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不等对方同意，袍袖就往青年面上一拂，一片青霞飞卷而出，直接照在了风月的头颅之上。青年顿时一歪，翻身栽倒，却又被青霞拦腰抱住，轻轻漂浮而起。虽然韩立的修为被封印，但在法力技巧运用却仍然是炉火纯青，根本不是筑基期修士可比。这时第二元婴所化乌云也从一旁林中飞射而出，一晃后重新化为了婴儿模样，浮现在了韩立身前。一只手仍然抓着那枚三灵刺，另一只手抓着鹰眼老者元神。留着也没有用，灭了吧。韩立瞅了一眼老者元神，不带任何感情随口说道。第二元婴一听此言，小嘴一咧嬉笑起来，紧握的小手上蓦然冒出黑绿色火焰，绿色光团一颤之下，无声无息地在火焰中化为了一团青烟，
与此同时，韩立也手指一弹，一团鸡蛋大小的火球击在了老者尸体上的残骸，火光冲天，鹰眼老者从此世间形神俱灭。随后韩立又伸手往地上一招，一只储物袋和那口红色的小剑均是飞射到了手中。再将其余较明显的痕迹清理干净后，韩立就带着风月玉气飞天而起，向先前打坐乱石堆遁去。在修为没有解封之前，他自然只能小心再小心些。不过说起来，现在的韩立也比较郁闷。虽然他神识强大无比，堪比元婴后期修士，但是现在一般情况下却不敢将神识放出太远，反而不得不主动收敛起大半来。否则万一被突兀人的大仙师或者其他修炼神识秘术的突兀人仙师发觉寻来，那可就真是死路一条。但是如果将神识仅收缩在附近，又有可能被高阶突兀人修仙者欺近附近，尚不知道。当初在草原中催育噬金虫，他之所以被发觉，一部分是有些松懈，大意了一点，但更多的也是因为将神识收缩在近处的缘故。结果人家元婴中期修士追杀妖兽飞遁而来，遁速之快竟然似乎不下于元婴后期修士，20余里距离竟瞬间就到了跟前。即使他发觉了，也来不及收虫离开，这才遭了无妄之灾。不过偌大的一个天蓝草原，竟恰恰碰到擅长飞遁之术的元婴中期突兀人仙师，也不知道是对方运气太背，还是他太倒霉了一些。相信若是双方只要稍一了解下对方的神通，恐怕都不会动起手来。每当想起此事，韩立自己都有些哭笑不得。如今他固然煞气反噬，被害的法力遭到封印，对方用那古怪神通只逃出去1/7的原因，恐怕更是修为大损，更不知何年何月才能重新恢复。不知为何，韩立在空中又想起此事，叹了口气，人就回到了乱石堆上空，从容地落了下去。1日后，韩立如约地返回了驻地。此刻这里帐篷比起前2日来说，明显少了许多，看来是有些部落休整完毕，陆续上路。但等韩立回到苍鹭部的帐篷时，鹰鹿等人也早已准备妥当，并准备好了马车，正等着韩立这位仙师回来。一见韩立，鹰鹿自然大喜，急忙请韩立上车，然后驱动车队离开了原地，直奔驻地另一面的出口。韩立坐在原来的马车上，轻轻闭上了双目，准备稍微养神一下。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马车刚刚走出了门口后不久，突然咯吱一声停了下来。韩立眉头一皱，睁开了双目，但也没有掀开车帘，神识直接外放，注意着附近的情形。没过多久，陆续又有几辆小车队赶了过来，车队的首领都是客气地和鹰鹿打着招呼，然后将队伍合并到一起。这时韩立才明白，这位苍鹭部的首领在他不在的2日内，竟然联合了诸多小部落一起上路。这些车队中都有1名修仙者押队，但是他们的修为自然惨不忍睹，其中有2个车队的仙师甚至还是炼气期的修为，按照突兀人的说法，根本还没有正式仙师的资格。也不知这2个部落如何拉进车队的。韩立被封印后的筑基中期修为，反而成为了车队中修为最高的一人。韩立摸了摸下巴，摇了摇头，苦笑起来。在他看来，拉上这些人上路非但没有什么助力，反而是更累赘一些。这时红狼部车队也匆匆赶来，看到他们车队中某辆马车时，韩立目光闪动了几下，就想将神识收回。忽然另一缕极其微弱的神识从车队一扫而过，若不是韩立神识实在是远超对方，恐怕根本无法察觉。韩立神色一变，不及多想，急忙收敛了气息。果然那缕神识扫过整个车队，立刻回头检查着修仙者的车辆，片刻后在韩立身上盘旋了几圈，最终没有收获，飞出了车子。韩立脸色阴沉地朝着某个方向冷冷地望了一眼。与此同时，在驻地中的一个青石阁楼的2楼平台，
3名突兀人正朝着韩立等所在的车队方向站立。为首的一名秃眉老者突然口中一声轻疑，蓦然睁开了原先闭上的双目，脸上露出了疑惑之色。鹰前辈，难道你发现了那人？站在老者身后一男一女2名修士中，中年大汉脸色一变，面露紧张。放心，不是那名外族人，而是一人似乎中了剧毒，都以毒气照体了还没毙命。这倒是有些奇怪了。秃眉老者瞅了一眼大汉，有些不满。师叔，黎兄也是有点担心罢了。当然，师叔肯定不会怕那外族人的，但这里只有师叔一名元婴修士，那人又如此凶悍，就算师叔能抵挡住，但驻地如此多小部落的首领和低阶仙师要被卷进去，那可就糟糕了，我2人可担待不起的。你不用给老夫脸上贴金，对方若是没受了重伤，即使2、3个我也绝不是这人对手。但现在对方既然受了大仙师的秦先手，却也不足为惧了。今后的一段时间内，我就会坐镇这里，以防对方混了过去。外族身上的培育噬金虫的方法，圣殿一定要得到。而且不仅你们这个驻地，附近的所有驻地内都会有和老夫一样的上阶仙师陆续注入其中。到时候布好了天罗地网，圣女和另一位大仙师也会赶到附近圣殿。一等开灵仪式结束，圣女和2位大仙师就会动用圣器，召唤下圣兽的分身，然后借助圣兽之位，迅速搜出对方的藏身之地。到时候外族人是插翅难飞了。原来如此。我说下令的几位仙师自从下了命令之后，却并未派人来催促过我们的行动。你们的小把戏又能瞒过谁呀？不过这也怨不得你们，那人即使受了重伤，你们也不是对手。不止你们，其他地方的搜寻队伍，凡是修为低一些的，也都差不多情形。我们这些老家伙，也没指望真用打草惊蛇之法找出这个人来。毕竟外族人遁术实在不同一般，不但精通土遁之术，最后用来逃命的血色遁法更是诡异之极。就是发现了没有大仙师在场的话，也不可能留住对方。我们也同样如此，不过你们知道此消息就是了，表面工作还是要做，仍然在附近时不时的要搜寻一下。是师叔。中年大汉和宫装女子互望一眼，不禁欣喜地答道。毕竟先前虚以应付的行为，2人还是有些担心，但现在有了眼前之人的挑明，心中彻底安心了下来。对了，鹰前辈，既然才察觉到车队中毒的那人有点古怪，要不要晚辈将其留下，让前辈探查明白原因再说？那个人，秀眉老者心中一动，手捻胡须，有些沉吟。算了，那人不是服用了什么灵丹，就是身上有什么避毒的宝物才能如此，也没什么太神秘的。但他的师门长辈应该有些来历才是，而我观其身上有死气存在，估计也撑不过几日的。万一死在我们这边，恐怕会惹上些麻烦。是，就依前辈之言。拍马屁，结果拍到了马腿上，大汉露出讪讪之色。而这时秃眉老者再向车队方向又瞅了一眼，眉宇间不经意地皱了一皱。刚才不知是不是错觉，他在先前第一遍扫过车队时，突然眼皮轻跳了一下，竟在另一个马车中的修仙者身上刹那间感受到了一股不同寻常的压抑，但这种感觉实在是太短暂了。等他第2遍仔细探查究竟之时，又没在那人身上感到丝毫的异样，这让他心中有些纳闷，踌躇不定起来。